及笄那年，嫡姐不顾一切为爱私奔，却因我及时阻止而失败了，因此她恨惨了我。后来她当上了皇后，雍容华贵，我却被她当礼物送到暴君的床上，生不如死。她说你害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我当初的滋味。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扔在冷宫活活饿死，重生到了嫡姐私奔那日。这一次我选择袖手旁观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你要敢出声，把仆人引过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是被憋醒的，一睁眼就看到我的嫡姐沈婉婉面目狰狞地用帕子捂住了我的嘴巴，而她身后背着一个包裹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细软。我很快就意识到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沈婉婉为爱私奔的那天。我艰难地拨开她的双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我不会阻止你和顾子言远走高飞。沈婉婉怔了怔，狐疑地看着我，真的？你没骗我？我用力地点点头，真的。我可不想落得上一世那凄惨的下场。上一世，沈婉婉对自己的夫子顾子言日久生情，她私下送了许多情诗礼物给嫡姐，嫡姐一个深闺千金，很快就败落在她的甜言蜜语之下。他们两个的恋情遭到了丞相爹爹的极力反对，嫡姐一气之下就收拾了金银细软，准备私奔。被我撞见阻止后，她恨上了我。没过多久，在圣上的赐婚下，她顺利地嫁给了二皇子。太子暴毙，二皇子顺理成章当上皇帝，却是一位性格暴虐的昏君。他说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嫡母王氏竟然因此恨上了我。都怪你当初拦着婉婉私奔，害得她现在郁郁寡欢。我生母早逝，养在嫡母名下，对她很是如沐，没想到她竟然会因此恨我。可我如果不阻止嫡姐，传出去丞相府名声尽毁，她真的会幸福吗？嫡母为了发泄情绪，对我百般刁难。后来他们母女联手，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昏君，受尽折磨。这是你欠我的，你就认命吧，沈月。这一次我决定袖手旁观，看他们有什么好结局。此刻沈婉婉还是有些不相信，我怎么感觉你是在骗我？说吧，是不是等会你就会去通风报信？我一脸诚恳地看着他，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直羡慕你和顾先生这种突破世俗的相爱，你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，父亲就是太迂腐了，我相信过段时间他会想通的。沈婉婉看我的眼色变得柔和，好妹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今日选择和顾郎离开也是迫不得已，我相信爹娘很快就会想通的。我眼看着他背着包袱，自信满满地奔向他以为的幸福大道，没有阻止。哼，这一次你们总不能恨我了吧？我摸着脸看着镜中与沈婉婉8分相似的脸，笑得很甜。真好呢，我的容貌还在。上一世我可是拼命阻止沈婉婉私奔，在与她争执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撞到了柱子上，额头留下一个蜈蚣一样的疤。容貌被毁，我的婚事也因此耽搁了下来。我整理了一下衣衫，施施然地走向堂厅。圣上赐婚的圣旨到了，所有的主子都在那里，这次我可不会缺席了。二小姐，你怎么才来？快跪下接旨。爹爹沈博文见沈婉婉没来，皱了皱眉头，以为她在耍小性子，便不再理会。他带着众人接旨，果然是赐婚的圣旨。看着离去的太监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婉婉呢，还不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小姐？听着王氏激动的声音，我心中嘲讽，我的好姐姐这次可听不到这个消息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她就算知道了，估计也不会在意。前世我阻止了她私奔，自己却毁容，无人问津。事后沈婉婉恨惨了我，甚至对受伤的我冷场热讽，该谁让你毁了我的人生，你就该孤独终老。而她私奔未成，只是被关在房间安心待嫁，嫁给二皇子之后更是春风得意，之后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后，暴君更是对她爱若珍宝。而我璀璨的人生还没开始便结束了，后来更是因为他的报复，惨死在冷宫之中。这一次一切都将会不同。不好了，老爷、夫人、大小姐她不见了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王氏脸色大变，厉声喝道：什么叫不见了？你们怎么看的人，还不赶紧派人去找？爹爹也有些焦急院儿，
你知道婉婉去哪里了吗？我一脸无辜地看向爹娘爹爹，娘亲，我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呀，怎么可能知道姐姐去哪里了？我心中冷笑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。她回来了，我的计划该如何进行？如我所愿，沈婉婉跟顾子言已经跑得远远的了，并没有被人发现。深夜时分，爹爹轻击着桌面，陷入了沉默。圣旨已下，明日就要带着未来的二皇子妃去宫中谢恩，此事耽误不得。老爷，婉婉如今下落不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知道，是时候该我出场了。我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爹爹，娘亲，我与姐姐有几分相似，愿意替她去宫中谢恩。等姐姐回来，再由她嫁与二皇子也不迟。王氏眼睛一亮，这也不失是个好方法。老爷，你看，那就这样吧，都去休息吧。进宫之事不能耽搁。竟然真的成了，我心中满是惊喜。第二天，我跟着王氏来到了皇宫，我们先去拜见了皇后。皇后亲切地把我叫到跟前，挽着我的手，随意唠了一些家常。她似乎对我很满意，把手上的玉镯亲手戴到了我的左手上。早就听说皇后与圣上伉俪情深，太子和二皇子都是嫡出，恩爱也不减当年。看来传言不假，皇后比我想的还要惊艳年轻，这样的美人确实值得让人疼惜。皇上驾到，我们一同跪下请安。平身吧，今日是家宴，无需多礼。皇帝年近50，却也是个中年美大叔，看向皇后的眼神很是温柔，这让我很是羡慕，我也很向往这样相濡以沫的爱情。我发现有2个异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，抬眼看去，那是太子秦政和二皇子秦天。太子跟皇上长得很像，笑得温文尔雅，见我看向他，对我轻轻颔首。二皇子看起来桀骜不驯，不过这通身的高贵气质，岂是顾子言那样的书生能比的？我假装害羞地低下了头。谁能想到，作为储君的太子突然暴毙，由这个吊郎当的二皇子登基呢？不过二皇子虽说是个昏君，却遗传了皇上的专情，对沈婉婉那叫一个宠溺。朕听说爱卿之女善弹琴，不如来上一曲，如何？臣女献丑了。我和沈婉婉是一个琴艺大家教出来的，之前为了照顾她的颜面，我一直藏拙，其实我的琴艺更胜一筹。很快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在我手中倾泻而出，琴声悠扬，所有人都沉浸其中。一曲罢，太子的目光满是赞赏，二皇子目光却变得灼热，满是占有欲。帝后默契地相视一笑，很是满意我的表现。回到家中，还是没有沈婉婉的消息。王氏被气得摔了手上的杯子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这么久了，连人都没有找到。爹爹揉了揉眉心，显然很是头疼。你发什么疯？还有没有当家主母的气度了？然后对着仆人说道：这件事不能大张旗鼓，你们暗中继续调查。是的，老爷。王氏潸然泪下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猛地把目光投向我。为什么不是你？要是跟人私奔的是你该多好。我的婉婉那么乖，肯定是被你挑唆的。我的婉婉可是要当皇子妃，是未来的王妃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是不是？看着像疯子一样胡乱攀咬的王氏，我心中好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我让他私奔的吗？上辈子你恨我阻止沈婉婉私奔，变得六亲不认，这一世我什么都不干，却还是被殃及池鱼。不愧是亲母女，一样的自私，就我好欺负是呗？我忍不住反驳娘亲，又不是我让他爱上顾先生，逼他私奔，您为何怨我？王氏见我还敢忤逆他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我的脸瞬间红肿，5根手指印清晰可见，足以看出他用力之狠。我倔强的与之对视，不成想更激怒了他。就在他想用手刮花我的脸时，爹爹出手阻止了。只见他只是瞥了王氏一眼，王氏瞬间就老实了。一家之主的威严不容挑衅。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确实跟月儿没有关系，莫要伤了母女情分。如果我没有重生，肯定以为爹爹对我还是有几分怜爱的，就算娘亲偏心姐姐，爹爹却对我们一视同仁，我的吃穿用度跟姐姐一样不差。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争吵声。老爷，当初真不该把沈月记在我的名下，现在他都毁容了。
一点价值都没了，白费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好在咱们还有婉婉，她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也是从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王氏亲生女儿，我的生母是她贴身侍女，更是她父亲的私生女，所以我才会跟沈婉婉长得那般相似。我不怪王氏偏心，毕竟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但是爹爹在我毁容之后，对我弃之敝履才是最让我心寒的。在他心中，亲生女儿不过是维护他权势地位的筹码，而上辈子毁容的我显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我扭头躲过爹爹想要安慰我的大手，他怔住了。月儿是在怪爹吗？是的。我的话让他彻底愣住了。如果是以往，我应该对他满是容目，宽慰他的心情。现在不会了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让我窒息地方。没工夫再跟他们虚以委蛇，我现在只想休息。第二日，宫里派来一个教养嬷嬷，专门指导我皇家礼仪。这个教养嬷嬷我很熟悉，她是皇后的乳母，一直在皇后身边伺候，虽然严厉，但是规矩却是不差的。沈姑娘，皇宫里的规矩不少，咱们也就不废话了，现在开始吧。有劳孙嬷嬷了。我眼含热泪地对着她恭敬地行了一个晚辈礼。孙嬷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前世沈婉婉第一次见面就端着大小姐的架子，后来可没少被孙嬷嬷暗中搓磨，宫里的手段兵不刃血，沈婉婉很快就被折磨得憔悴不堪。为了转移孙嬷嬷的注意力，沈婉婉更是把我拉了出来，一起学习，美名曰为了我好。孙嬷嬷刚开始对我很是轻视，到后来的欣赏，更是让我们的关系不是师徒，胜似师徒。不过这也惹怒了沈婉婉，她利用沈家大小姐的身份给孙嬷嬷下药，设计出了一场捉奸大戏。事后更是逼着旱鸭子的孙嬷嬷跳河自尽，对外宣称孙嬷嬷是畏罪自杀。爹爹为了给沈婉婉收拾尾巴，亲手杖毙了那个小厮，带着她的尸体去皇宫负荆请罪。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听说皇后也因此大病一场，皇帝和太子对沈家更是心怀芥蒂，开始渐渐疏远沈家。要不是的二皇子痴迷沈婉婉，这桩婚事估计早就黄了。沈小姐，听到孙嬷嬷的呼唤，我从记忆中回过神，有些歉意地对她扶了扶身子。嬷嬷莫怪，小女走神了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孙嬷嬷也很是奇怪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她早就心生不满了，不知为何见到这个沈家小姐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，因此并未为难她。接下来的教学很是顺利，我毕竟已经学过一次了，为了防止孙嬷嬷看出端倪，更是故意做错一些动作。而孙嬷嬷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，没有人不喜欢聪明的学生。小姐，夫人有些头疼，让你过去是急。我很清楚王氏的为人，之前也没听说她生病了，很大可能她在装病找我麻烦。我又不是大夫，去了能给娘治病。现在我可是未来皇子妃，规矩可不能落下，想来母亲会理解的。王氏见我不肯过去，怒火中烧，直接杀到我的院子。沈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都请不动你了吗？娘亲，您这可不像生病的样子。王氏被我的软钉子噎了一下，随即开始装病。哎呦，我的心好痛，都是被你气的。娘，之前下人可说的你是头疼。王氏捂着胸口的动作一僵，对着下人怒斥，连话都传错了，要你何用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家法处置。不愧是王氏呀，自己怎么会错？错的都是别人。我看着他拙劣的演技，心中嘲讽。孙嬷嬷看不下去了，开口说道：“沈夫人，宫廷规矩可是身为皇妃的必修课，若是你家小姐连宫廷规矩都学不好，那皇后怪罪下来。”王氏闻言瞪大了双眼，脸上青一阵子一阵，煞是好看。夫人，她可是宫中派来的，不能得罪。王氏的贴身侍女小声提醒。王氏见状只能作罢，带着下人愤愤地离开。多谢孙嬷嬷。孙嬷嬷看向我的神色复杂，老奴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咱们继续吧。我并不担心与王氏撕破脸会影响到我，毕竟家里还是爹爹说了算。我如果一味地迎合王氏，就只有被欺压的份了。对孙嬷嬷，我很是信任，便私底下把我的处境地位都全盘托出。她面上不显，
却对我要求更加严格用心。有了孙嬷嬷的贴身指导，我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次没有了沈婉婉的添乱，我和孙嬷嬷的感情更深。而我在她身上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，易容术和口技。估计孙嬷嬷这是把我当亲女儿看待了。时间飞逝，很快1个月就过去了。孙嬷嬷已经倾囊相授，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的了。离别之际，我笑着对着孙嬷嬷说道：“嬷嬷什么时候出宫？记得派人通知我，我可还要为你养老哩。”孙嬷嬷眼尾发红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沈小姐放心，老奴出宫第一个通知的就是您。”她孑然一身，如今没想到老了意外收了一个徒弟，一个要为她养老送终的徒弟。我像往常一样给爹娘请安，还没到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的争吵声。凭什么要让那个贱人的女儿代替婉婉当太子妃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你的好女儿现在已经有了身孕，怎么可能再嫁给二皇子？婉婉，我的婉婉呀！我不甘心。听着王氏的哭喊声，我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。许久，月儿，你进来吧。听到爹爹的声音，我淡定地走了进去，装作什么也没听见。我从爹爹口中得知，我的好姐姐竟然跟顾子言躲进了城外的护国寺里，难怪下人找不到，要不是爹爹被逼急了，直接派人绑了顾子言的父亲，以其性命逼，估计到现在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可惜，就算找到沈婉婉也为时过晚，她已经怀孕了，1月有余。我心中感慨，这顾子言也是个狠人。佛祖眼皮子底下也能做出此等龌龊之事，还真不怕报应呀。没有了我的阻拦，他今生并没有因为私奔败露死于非命。不过嘛，听说顾子言家中并不富裕，爹爹这次更是把顾家父母都得罪了，估计沈婉婉嫁过去也没好日子过。沈婉婉得偿所愿，以沈家婢女的身份嫁给了顾子言。不过很快她就后悔了，嫁给顾子言的日子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美好，她从沈家带的金银早就被消耗一空。而顾家自从得知她被沈家放弃了之后，态度更是急转直下。变化最大的当属顾子言，动不动就对她非打即骂。贱人，没想到沈家这么快就放弃你了，要不是看在你是丞相千金的份上，我怎么会娶你？顾子言，你个畜生，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呀！顾子言迟疑地看了看沈婉婉的肚子，算了，这次饶过你，你赶紧去沈府要些银子，不然哪有钱养孩子？沈婉婉有些失魂落魄地来到沈府，很快她就联系到了王氏。娘，女儿错了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王氏心疼地看着女儿，两人开始谋划了起来。而我很快就被叫到了王氏的院子。月儿妹妹，姐姐求求你了，把二皇子殿下还给我好吗？我诧异地看着村妇打扮的沈婉婉大姐，何出此言？二皇子可不是物品，说让就让的。沈婉婉求助地看向王氏，王氏扯了扯僵硬的嘴角，挤出一抹笑容，说道：“月儿，你看这样如何？等你和二皇子成亲之后，找个机会和婉婉换回身份如何？”我面露嘲讽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娘亲别闹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且不说能不能成功，就算成功了，大姐这肚子怎么解释？沈婉婉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，咬了咬牙，我这就去打了这孽种。我面露迟疑，那姐夫哪里怎么办？沈婉婉眼中闪过一丝怨毒，你放心吧，他那里我自有法子摆平。我是哼着小曲离开王氏的院子的，这一群人上赶着作死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没过多久，就传出了顾子言一家人都死于火灾的消息。王氏和沈婉婉还真是心狠手辣，看样子距我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大婚当日，我十里红妆风风光光地嫁到了二皇子府。婚房里，我财迷地数着手里的银票，乐得嘴都合不拢了。这是我特意向爹爹求来的，足足50万两银票，再加上我这半年暗中陆陆续续转移出去的财产，我手里已经有将近100万两白银了。这笔银子够我富足的过完后半生了。看看天色，二皇子也快回来了。我把迷药抹在自己的嘴唇上，整理好衣衫，静静的等待。很快，二皇子就被簇拥着走了进来。他掀开我的红盖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。我们一起喝了交杯酒，吃了生饺子。等众人散去以后，
房间就剩下了我们2个人。秦天眼神迷离，明显有些醉了。王妃，我们早些安置吧。我羞涩的点点头，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的脸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近了，更近了。秦天的唇终于对上我的嘴了，咚的一声，秦天晕倒在了婚床上。我轻轻拍了拍胸脯，还好，还好，不愧是宫廷秘药，就是好用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鸡血，倒在床上的白布上，特意把自己弄得衣衫不整。纠结了一下，又把脸颊狠狠地捏了好几下，瞬间我的眼泪都腾出来了。就是现在，我赶紧对外喊道：“来人，把温着的醒酒汤端来。”二皇子喝醉了。端着醒酒汤进来的是沈婉婉，这是我们约定好的，等我和太子行了成人之礼后，他再来替换我，主要是他们做贼心虚，怕二皇子发现破绽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傻，才不会牺牲自己。二皇子发现就发现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看着我一副被宠爱后的模样，沈婉婉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我们2个默默地交换了衣服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我的东西呢？我坦然地伸出手要报仇。沈婉婉眼含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真是的眼皮子浅的，皇子妃岂是这些银子可换的？这些话他只会在心里吐槽，并不会对我说出口。只见他掏出10万两银票放在我手中，这是我们早就约定好的，他给我的封口费。确认无误后，我对着沈婉婉送出真挚的祝福：大姐，新婚快乐哟。小妹先行一步。我低头走到一个假山后面，拿起里面早就准备好的衣服就开始换。我并没有去沈婉婉准备好的房间躲着，此时不走，等着被灭口吗？月儿，好了吗？等我再次出来，已经是一身宫女打扮，就连脸也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师傅，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拿着我的宫牌，离开吧，过几日我再去寻你。孙嬷嬷满意的点点头，嘱咐道：“师傅，我在老地方等你，你不来我可不走哦。”我抱着孙嬷嬷的手臂撒娇的说道。孙嬷嬷点了点我的鼻头，放心吧，我已经跟皇后求下恩旨了。等二皇子大婚后，我随时可以出宫养老。赶紧走吧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很顺利的离开了皇子府，躲了起来。在我离开不久，二皇子就醒了过来，他看着床上一脸娇羞的沈婉婉，脸色阴沉。本皇子刚才怎么了？沈婉婉脸色一僵，心中咯噔一下，怯怯地说道：“二皇子，您喝醉了，睡了过去。本皇子怎么没有印象？二皇子是怀疑臣妾吗？如今你我夫妻一体，臣妾有何理由谋害二皇子？”沈婉婉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。二皇子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这事他不会就这么算了，真当他那么好戏弄吗？沈婉婉惊恐地瘫在地上，这和他想的怎么不一样？几日后，京都外的一个庄园里，我和孙嬷嬷一起聊着京城里的八卦。也就是说，二皇子新婚当夜丢下新娘睡书房了。二皇子后来可没少疼爱这个二皇妃呀。听说这几日二皇妃除了脸蛋，身上没一块好地方。我闻言打了一个寒战，小声嘟囔：“二皇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呀？”孙嬷嬷一副你猜对了表情说道：“二皇子从小就暴虐成性，宫里不少太监宫女都遭过他的毒手。原来二皇子本性如此，登基后没有了帝后和太子的约束，他不过是变本加厉的释放天性罢了。”孙夫人，小姐，京城传来消息，丞相病危，四处寻访名医。怎么可能？我震惊地站了起来。前世爹爹身体一直很健康，难道是出了什么变故？毕竟是亲生父亲，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决定偷偷回去看看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京城现在可是好进不好出了。孙嬷嬷面露忧色。嬷嬷放心，我这次只是去看看，万一爹爹真的出了意外，我也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以全了我们父女之间的情谊。我乔装打扮了一番，装作游医去丞相府看病。刚进丞相府不久，身旁的小厮突然袭击打晕了我。晕过去之前，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中计了。我是被一盆冷水泼醒的。二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沈婉婉笑得很是得意。我看着沉默不语的爹爹，突然问道：“爹爹是装病吗？”看来是女儿自作多情了。沈博文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：“月儿，爹爹也是没有办法。”
二皇子发现了换亲的真相，如果我不配合把你交给他，咱们丞相府就完了。所以你们决定牺牲我是吗？不管前世今生，我都是被抛弃的那个，难道重来一世，我还是摆脱不了被送给二皇子的命运吗？我好不甘。好了，二皇子还等着我的回信呢，二妹就劳烦爹爹派人送到二皇子府了。沈婉婉有些不耐烦了，开口催促。我眼含泪光地看着爹爹，希望唤起他的一丝父爱，可他只是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便吩咐仆人把我塞到马车里。哈哈，不是早就知道他们的无情了吗？不怕，沈月，你可以的。冷静下来的我开始思考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。上一世，我曾无意间得知二皇子的皇位是杀兄弑父，再加上我父亲暗中联系敌国，以10座城池为代价，强力镇压得来的。以如今这形势来看，爹爹估计已经和二皇子开始了他们的计划。本来念着父女之情，而且此事一旦揭发，作为沈家女的我也会被牵连，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。现在我已经顾不得其他了，该怎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圣上呢？马车行驶在大街上，风吹过马车的帘子，我无意间看到太子的身影。来不及思索，我的身体猛地撞向仆人，整个人滚下马车。大胆，何人竟敢惊扰太子殿下？呜呜！我不顾身体上的疼痛，冲着太子拼命挣扎。太子见到我很是惊诧，他吩咐仆人把堵在我嘴里的棉布拿了出来。太子殿下，臣女有要事禀明陛下。事关陛下的身家性命，不敢妄言。秦正臣片刻，突然开口：“这是皇帝的马车吧？”我直视太子的双眼，太子殿下救臣女一次，臣女有重要情报。朝中有人通敌卖国，而且臣女有证据，如臣女妄言，任你处置。太子这次彻底动容了，本来为了一个女人，他并不想得罪二弟，但现在我丢出的筹码他无法拒绝。太子带着我来到御书房，皇帝脸色阴沉地看着我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陛下，如有一句妄言，任凭处置。我面不改色地说道：“不过陛下需承诺，事后留臣女一命，放臣女离开。”准，你说吧。听到皇上同意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就算只有一丝生的希望，我也不想放弃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。听完我的叙述，皇帝龙颜大怒，太子也跪在一旁不敢多言。此事牵扯太深，他也不知如何劝说。传太医。冷静下来的皇帝第一时间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叫来暗卫，查明我说的是否属实。所有太医轮流给皇帝请脉，讨论一番后，确实如我所说，皇帝已经中毒颇深，现在就算驱毒，皇帝顶多能活3年，而且不能再劳心劳力地处理朝政了。皇帝闻言瞬间像老了10岁。暗卫也回到了皇宫，通过我提供的线索，他们很快就搜集好了证据，呈给皇上。皇上看着眼前的证据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：“好好好，这就是朕信任的好儿子、好臣子。”父皇，陛下，朕没事。御林卫听令，立刻封锁丞相府、二皇子府。我跪在一旁，神色冷然地看着这一切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我被关在皇宫的一处偏殿里，门突然被打开。师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傻丫头，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孙嬷嬷拿出一张画像，还有一堆易容的工具递给我。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易容成这个样子，赶紧逃出去，逃得越远越好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皇后向来仁慈，我又是她的乳娘，不会迁怒于我的。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安危。我在师傅的帮助下，很快就改头换面。我强忍眼泪，不舍得看了师傅一眼。师傅，珍重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师傅冲我挥挥手，催促我赶紧离开。等我逃出京都，没过几日就传出二皇子被终生圈禁，丞相府被抄家。皇后受不了打击，直接抑郁成疾，一病不起。王氏接到圣旨后，直接上吊自尽。1个月后，爹爹问斩之时，我特意去送了他一程。看着面容枯槁、穿着囚服的父亲被当众问斩，我一脸平静。又过了1个月，皇上当着朝中大臣的面宣布退位让贤，由太子登基。新帝登基，举国欢庆，而师傅却一直没有消息传出。
我等啊等，等到皇后去世，举国哀悼，才得知师傅自愿殉葬了。看着手中师傅留下的最后一封信，我泪如雨下。师傅临死之际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。信中他让我带着他那份期盼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孑然一身的我开始了自己的路途，我要在有生之际走遍大江南北，看遍大好河山，这是我两世的梦想。我写的游记被世人追捧，读书人称我为沈大家。20年后，在得知沈婉婉病入膏肓之际，我特意去看了她一眼。此时她虽才40出头，被说成70、80岁都有人信。沈月，你来了，是过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我平静地看着油尽灯枯的沈月。你说对了。她一脸怨毒地看着我。都是因为你，二皇子得知宦亲真相后，整日对我百般折磨。你怎么就不能乖乖地进府让他出气呢？不过你确实够狠，竟然凭一己之力直接扳倒了二皇子府和丞相，竟然还能逃之夭夭。我静静地听着他发泄着自己的怨恨。凭什么我要被那畜生折磨一辈子，想死都不成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吗？是二皇子亲自求的陛下，给我请的最好的御医，吃的最好的药，一直吊着我的命。看我过着求死不能的日子，你开心吗？你得意吗？听着他的咆哮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不过御医说了，我这次真的熬不过去了，我终于要解脱了。不过好妹妹，你很快就该过来陪我了。二皇子应该马上就要到了吧？我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敢出现在这里吗？沈婉婉脸色一僵，嘴里不停地喃喃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亲眼目睹沈婉婉死不瞑目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皇帝的贴身太监来到我的身边，沈大家，皇上请您进宫。是呀，我现在是名传天下的沈大家。我所绘制的地图和游记被皇家列为机密，为大庆王朝的扩张奠定了基础。现在除了皇帝，无人敢动我，甚至皇帝还要保护我。我凭自己的能力，让自己不再畏惧任何人。靠人不如靠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